这本册子记载的，好像就是当年的事情。武和35年，大庸军队讨伐东夏，东夏大军节节败退，要塞失守，都城即将沦陷。明律胡达女王危难无措之际，一名叫张灭的谋臣向她进言，或许可以效仿东夏第一任女王当年的做法，启用鬼玺击退敌军。此时东夏已到存亡之际，女王犹豫再三后，派张灭进入丹岁山。张灭精通堪舆之术，他顺利从傅贤女王留下的遗迹中拿出了鬼玺。这是决定东夏存亡的一战。女王召集了3万将士作为前军，并在阵前举行了祭祀之礼。她在赐酒时告诉众人，以祈求上天赐阴兵复仇。战场上，擂鼓的士卒们高喊：“阴兵将至，大庸必败。”但阴兵没有来。原来，鬼玺本身含有一种世间罕见的毒物。张灭用自己的血浸染鬼玺，将鬼玺流出的毒液倒入酒中。这些饮下毒酒的士卒们发现，他们已经感觉不到疼痛，伤口也会不断愈合。之后的那段时间里，这支军队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而比烽火更迅猛的是流言，所有人都相信，这群不需要进食和包扎的士卒，就是从天而降的阴兵。东夏大军趁势南下，攻下了大庸数个城池，即将攻下丹城。丹城乃进入关内的要隘，一旦失守，东夏便可长驱直入，直取京城。但明律胡达女王发现，变成阴兵的士卒会逐渐神志不清，变得敌我不分，只剩下残暴的杀戮。作为西陵圣母的后裔，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，女王用自己的王族之血来解鬼玺之毒。她耗尽生命，终于停止了鬼玺。东夏后军传来噩耗，女王殒命，这支军队也随之倒下。临死前，女王留下遗命，命张灭督造圣地，将鬼玺与阴兵永远封存其中，后人永不可开启。原来，这才是阴兵的真相。原来东夏王族之血，不是用来开启鬼玺的，而是用来停止它的。这本册子就能证明。那边有动静。怎么会？小心！这趟回出去没有风。
这一切都是幻觉。这些阴兵都是假的。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？这里的壁画颜色鲜艳，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，恐怕是张面为了防止鬼玺被人夺走，在颜料里加了什么东西，让我们产生了幻觉。这里不能待了，赶紧走，走！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撕掉的那一页写了什么吗？你以为这样就有用了？真相就在那些壁画上。您不是教过我吗？说实话骗人。张灭在那张纸上写的，就是我说的。阴兵根本没有办法被控制，只会带来灾难。住口！你也永远都无法用鬼玺来完成自己的目的。藏海。鬼玺就在我手上，事到如今，难道你想用言语来杀了我吗？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你一直都觉得我对复仇的执念太深，但你对鬼玺又何尝不是呢？我就算跟你说了实情，你也永远都不会相信，才会来到这万劫不复之地。您不是想知道怎么操纵阴兵吗？你现在好好看看，这阴兵是如何听我号令的。胡大人！永别了，恩公。
什么人？你是谁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见到本公子还不快行礼？3个打1个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，弄死你们！在下藏海，见过二公子。你认识我？二公子一表人才，侯府上下谁人不知？哼，那我问你，你身为一个幕僚，大半夜不好好待在摄人府，跑来财库干什么？在下是受命在此清点财物。黑灯瞎火的清点什么财物？我看你是在这挑花了眼了吧？小人出身贫寒，家徒四壁，的确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富丽堂皇、满是奇珍异宝的地方。我就说，哼！但是我母亲从小就教我，丈夫为质，穷且益坚。我就算再穷，也绝不会贪图财库分毫。我今晚独自留在这里，是受杨大人之命。二公子若是不信，可以去问门口的府兵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相信你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嘿嘿。奇了怪了，今日出门也没想带这么多呀。你笑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儿遇到我，就是你走运。要是遇到我爹，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的，想解释都解释不清。二公子身份尊贵，为何来此偷东西啊？我不是偷，我是拿。侯府是我家，侯府里的东西自然也都是我的。本公子拿1、2件去把玩观赏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哎呀，都是在下多嘴，都是在下多嘴。二公子放心，今晚我全当没有见过您。好，那咱们击掌为誓。啊，嘿，哎，这金葫芦啊，送你了。走，二公子，这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财物还没有清点完。行了，太晚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啊。侯爷，这是此次皇上赏赐的财物库单，您请过目。这份库单谁更撰的？这和你以前写的有些不同。府中幕僚所写。本侯问的问题有那么笼统吗？这是谁写的？一个叫藏海的幕僚所写。先前的风水先生。啊，侯爷好记性，看来您对他印象深刻。哎呀，这新来的幕僚啊，他不懂规矩，惹怒了侯爷，还请侯爷您息怒。明日我就将他打发走。谁说他触怒了本侯？本侯在你心中便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。哦不，小人不敢。长风剑。贞顺6年，骠骑将军亲率800骑兵夜袭雁灵关，去上将塞普里首级。
东夏军心大乱，骠骑将军率部乘胜追击，连拔3城，缴获金银牛马无数，军心振奋，朝野欢呼。雁灵关一役，为大雍奠定了之后的全胜之战。故所有斩获中，以这柄赛普里的佩剑——长风剑最为珍贵。他竟然知道，雁灵关夜袭确实不如别的大战荡气回肠，但与本侯却是惊心动魄的一役。那是本侯尚年轻，还有勇气单骑夜奔。现在老了，侯爷是宝刀未老，犹胜当年的。那些为本侯立传之人，都是些本侯大捷大胜之战，以讨本侯欢心，但很少有人知道雁灵关夜袭对本侯的意义。这个藏海颇有见识，对本侯却有几分了解。他现在府上做些什么？跟其他的幕僚一样，著书立传。你认为此人如何？那侯爷您看中的人一定不会有错呀。他若真是个人才，你一定要替本侯好好培养，你以后也能轻松不少。是，我一定不辜负侯爷您的一番苦心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小子机关算尽，不在侯爷面前露个脸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此人能从一张裤单当中脱颖而出，当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。恐怕过不了多久，他就能跟杨兄一起在侯爷身边共同效力了。你把控侯府幕僚这么多年，可不能在这小子身上翻船啊！你要是翻了船，恐怕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我为难过他，难保他不会记仇啊。这些年有多少比他更聪明的人都冒不出来。既然侯爷都提到了他，那咱们得上点心啊。今晚多亏了那位姑娘替你解围啊，但还是牵连了无辜之人啊。你现在明白自己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吧？一群视人命如草芥、没有底线的畜生。你呢？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。想斗倒他们，不容易啊。杨真着急了，这就说明平津侯注意到了我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我要让平津侯知道，我比杨真更有用处。说的轻巧，你和平津侯之间隔着多少人呢？怎么入得了他的眼啊？师傅，我见不了他，但有人可以带我去见。你是说庄之行？他虽不成器，但的确比他的哥哥庄知府更好接近。我先去探一探，看看他能否助我破局。见过二公子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昨夜是你送我回府，没记错吧？是。没想到你也还来镇楼。而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二公子误会了，以小的微薄的月钱，是不敢来枕楼的。昨日前来是应杨大人的邀约，来给他贺寿。那还真巧啊。我这个人呢，
就不想亏欠别人。今天叫你来，就是让你一块来放松放松。来吧，下来泡吧。二公子言重了，只是在下的分内之事。您是何等身份，我可不敢同泡一池啊。那么身份干嘛呀？叫你下来就下来嘛。我还是给二公子倒茶吧。随你便。这池子里啊，用了上百种珍贵药材，泡一次之后啊，通体舒畅，神清气爽，顶你吃10顿海参。哎呀，不泡是你的损失。在下真是孤陋寡闻了，没想到枕楼里面还有这样的地方。这枕楼啊，5步1楼，10步1阁，除了大堂、赌坊、各色商铺对外开放，其他地方从来不接收散客。要么熟人带熟人，要么就是和老板有交情，否则的话就是有钱也没有门路花。二公子真是懂得享受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呀，要是连吃喝玩乐都不会的话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大公子和二公子辅佐侯爷，事务繁忙，没想到还能抽出时间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在下佩服，佩服啊！我能像现在如此洒脱，全靠我大哥处处庇佑，他也不想让我那么辛苦。我呢，就是稍微帮家里做点事情，主要功劳当然还是我大哥的啦。哎，不过我所做的事儿还是很重要的。你笑什么呀？大公子和二公子礼让有加，兄友弟恭，羡煞旁人啊。不过，你能够如此的潇洒自在，除了大公子对你的照拂以外，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侯爷的疼爱啊。说对了，我爹对我自是不必多言。实不相瞒，我爹疼我远超疼我大哥。想当年，我爹抱着我去骑射，带我去大军巡防，他的马上只有我一个人。唉，但如今我也长大了，有许多自己的事儿，我爹本来就忙，就没怎么管我了。侯爷虽然不怎么管你，但是心里肯定是挂念的。二公子为何不主动些呀？哎，你一个外人懂什么呀？我爹把我放在心里，用不着天天见面。您说的对。如果二公子想天天见着侯爷的话，小的倒是有一个法子。你怎么老是提我爹啊？想干嘛？小的仰慕侯爷，进了侯府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得见，所以刚才有些按捺不住，言语冒失，还请二公子见谅。我就知道，侯府的人啊，无非就是想在我爹面前露脸，你也算坦诚。大好时光用来追名逐利，你们这些人，我是真不懂啊。二公子身份尊贵，自然是不用理解我们这些人的难处。那你要不听听我的建议？洗耳恭听。之前府里死了很多幕僚，都是因为太聪明了，所以我觉得吧，你蠢点才好。哇！你说的这个法子虽然可行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。
我想了很久，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。虽然是在冒险，但我觉得可以一赌。那第二件事呢？师傅，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，不觉得技痒吗？楚大人，楚大人，既然臧大人已经到了，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道难题吧。哎，藏海，你干什么呢？大人，您不是让我解决先帝血灵一事吗？大人，请看。您请细看。哪来这么多水啊？先帝棺椁位移一事，便是地水所致。地水如潮汐一样，夜长日落，而打造先帝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，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，遇水则浮。水若够高，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，在寝殿里来回飘动。棺椁在地水的推动下，在石门上来回撞击，声音被人听见，误以为先帝显灵。白天雨停，地水回落，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，便从木门的缝隙中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，最后，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。大人若是不信，看看这墙上的水渍的高度，便知了。地水夜涨日落，我岂能不知？每日都有的事，为何寝殿今日才透水？大人难道不知道5年前幽河改道，便是从皇陵附近经过？白天还好说，一到了晚上，幽河上涨，再加上先帝的陵寝位于皇陵的最深处，一旦遇上连日暴雨，便会岌岌可危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皇陵是何等重地，就算是地水再上游，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，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浮起来了。难不成皇陵在幽河改道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楚大人，既封我为青天剑左灵台博士，我只是在想，皇陵应该如何修葺。那你想好了吗？幽河改道导致地水泛滥，已无可避免。眼下能做的，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。好，就依你说的办，该怎么修就怎么修。你们听好了，以后要听臧大人的吩咐。是。大海，好好干，皇陵修好了，自有你的好去处。谢大人。闹了半天，原来不是先帝爷显灵。人死如灯灭，魂魄之说，不过是安慰后人的话罢了。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。大人请说。每次地水上涌之后，这地上应该有水的痕迹。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时常发生，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是因为地下水所致吗？倒也不是没人提过，只是楚大人他不信罢了。而且将那人狠狠地责罚了一顿。就是这个人，季群，季群，快来见过臧大人。小智奴，鸡伯伯，哎呀，小智奴啊，观山术学得如何了？学得可好了。来，鸡伯伯送你个好东西，这个呢叫千里镜，用它观山啊，几十里以外的山近在眼前。季群，回来了。大人，爹，这是鸡伯伯送给我的。好，他呀整天缠着我说。要和你一起进山，学习你那套观山看岭的本事。哦，那看来小智奴长大以后要和鸡伯伯一样做武官分硕郎喽。我在青天剑的官册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，你多年前曾经是青天剑的武官分硕郎。我听其他工友说，你曾经向楚大人提过皇陵地水一事，你可知先帝棺椁外移是因此所致，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先帝显灵。大人们说什么，便是什么。我的无端猜测不重要。大人，他人就这样，您别怪他啊。石灰经烈火焚烧而来，成型之后，即便泡在水里，也永远不会变坏。若用来造木，则是1份石灰加3份河沙黄土，再用糯精米和匀，不用反复夯打，便很坚固，永远都不会损坏。这就是3合土。无论船只还是墙壁，凡是需要填隙防水的，要将石灰和捣杵铅下的厚绢、细罗一起拌上桐油、鱼油，再用澄清的石灰水加入纸巾去涂抹，过多少年都不会再透水。
你是说藏海知道了皇陵偷工减料的事儿？要不是优和改道啊，修个皇陵哪需要那么多层防水？当年上面拨下来大笔的银子修葺皇陵，此事要深挖下去的话，势必会查到那笔银子落在大人您的手里啊。不如趁他羽翼未丰，斩草除根。可父亲甚是欣赏他。侯爷是杀伐果断之人，有任何能够威胁到您的人，再喜欢，也不能留他性命。大人您放心，这事交给我来办。只要您跟杨大人在侯爷面前添把火，此事就十拿九稳了。不止蚂蚁，许多虫蚁都害怕杨道童的汁，所以加入桐油和鱼油调和之后，填进地砖和棺椁的缝隙之中，不仅可以防水，还可以防虫。你也知道这个法子？一个前辈教我的。这是很久以前擎天剑的一个朋友用的法子，后来就没人用了。为什么？可能嫌他太老，过时了吧。只要是好的法子，永远都不会过时。取代它的，不过是不同的用料罢了。你好像我那个朋友。你的那个朋友是谁？前擎天剑监正快多。恕我孤陋寡闻了，没有听过他的大名。他现在何处？死了，就像一阵风，一泡尘。在这世上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可惜了。你呢？怎么从一个前途大好的五官分硕郎，沦落至此？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，是因为擎天剑沦落至此，成为了讨好权贵、欺下媚上的所在。你呢？一身好本事，为什么要给楚怀民卖命呢？我不是为他卖命。我是为我自己。